看来丽妃想要更多，而你拒绝了她。丽妃妒忌淑妃独得圣上宠爱，想让我投毒谋害淑妃。我不想害人，可丽妃却说，我若不这么做，她便将我和裴玉的事告诉圣上。我越想越害怕，本来想告诉师父，但裴玉说他会解决。没想到几日后，丽妃便红逝了。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好不能随便见面吗？这太冒险了，快回去。为什么杀他？我说过，你只需要安心地留在太医署做你的义工，其他事情不用担心。我会为你扫除所有障碍，甚至是……即便你现在不行医了，我们从堂主那里学的都是行医救人，你怎么能轻易杀人呢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在走一条异常难走的路，而且是我把你送上这条路的，我不能不管。你是女义工，我是内侍，任谁都可以随意起灵践踏，所以无论多艰难，你一定要走到最高处，这样你才可以治更多的病，救更多的人，才会不浪费你的才华和人心。所以，能够为你铲除的障碍，我一定会替你铲除。这样，你才可以治更多的病，救更多的人，才会不浪费你的才华和人心。所以，能够为你铲除的障碍，我一定会替你铲除。宋怀幽就是裴玉为你杀的第二个人。宋怀幽通过药方意识到，是你毁坏了尸体。这尸毒内蕴的症状，须得到最后才能显现，光靠望闻是判断不出来的。是你！哎呀！这个过来，我问你。你去了停尸房，你呀，哎呀，明日一早有一辆运尸车出宫，你立刻离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私抛尸体是死罪，一旦被人发现了，你我都要死。我抛尸是为了救人，我有什么错？更何况我行事小心，不会被发现的。我没工夫给你多费口舌。想要活着，你必须走。带着这药方，
你一定拿给病人试试。哎呀，你还敢跟我提药方？宋一令，你就在药房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明日一早我来接你。师傅，这是宋一令出事当晚所吃的食物，羊肉锁饼和当归红枣阿胶羹。这几种食材混在一起，会令人气机逆乱，血随气生。再加上情绪刺激，便会诱发宋一令的疯疾。等宋一令吃下这些精心准备的食物后，裴玉便特意等到他熏睁眼睛之时出现，亮明身份并威胁宋一令：如果将你送出宫，他就会玉石俱焚。宋一令一时气血上涌，卒中发作，裴玉便将无力挣扎的宋一令拖至桌前，没入已经准备好的药汤中，造成其突发卒中、意外溺亡的假象。都是我的错。都是我的错。你为什么杀他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任何人阻碍你。可他是我师傅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要做什么？如果你不想让他白白死掉，就好好抓住这次机会，让大家用上你的药方，让圣上看到你的能力。你是最好的医者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妨碍你。你该回去了。你很快就有机会崭露头角。师父死后，我决意与他不复相见，但他并没有停下。王福通被杀，他确实做到了他的承诺，再也没有人妨碍我。可我怎么都研制不出新的药方。我深夜溜去停尸间，趁守卫离开，偷偷抛开尸体寻找病灶，却依旧没有进展。是的。让我出去！染病的工人又多了不少，新药方是不是不顺利啊？你根本不在意旁人的死活，又何必在意药方？若要杀人，杀了我便是。你留取停尸间，是为了查看那些尸体吧？阳光真好。你染病了。还来得及吧？什么？那些尸体死了太久，
定走，没有用的。你才是裴玉，太医署最好的医官。你一定可以找到根治之法。太医署的偏见难自计就。只因阿英是女子，便轻视她的判断，延误救治，终致事情蔓延。只希望有一天，女子能少受些偏见吧。县主也太悲观了，为什么不受偏见呢？那样当然更好，只是大概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。没关系，县主不是一个人，这条路有很多人陪你一起。这些案子虽都是夏13所做，但阿莹也是知情不报的共犯。待时气平息，宫门打开，便可将卷宗送去大理寺审判了。县主，县主，不好了，裴玉出事了。裴玉，裴义公虽然不会自裁，不会发现及时。他吃了毒药。我已经写好了认罪书，务必劳烦大理寺定罪，我只求速死。不要自杀，罪不在你。有旨。自裴公新药方使用以来，宫中湿气得以迅速遏制，染病工人再无死亡，且并无新染病例。裴公研制新药方有功，圣上特召觐见，接旨。
罪臣裴玉叩见圣上。平身吧。你所制药方效果卓然，令石器迅速止息，救宫中数百人于危难，这是你的功劳。谈不上功劳，只是身为医者的职责。罪臣私剖尸体本就是死罪，更包庇罪犯，纵容同伴弑杀恩师，罪不容诛。恳请圣上赐死。圣上，请圣上三思。裴玉虽有涉案，但以医药方救数百人，功过相抵，罪不至死。案件卷宗朕已经看过了，凶手夏十三行事偏激残忍，裴玉屡次包庇罪行，知法犯法，理应受罚。但这场石器令宫中死了太多人，朕也不想再见到血光。圣上，裴义公虽救治有功，但撕破尸体不只是死罪，更是令尸气期间宫中弥漫恐怖气氛，影响恶劣，残酷至极。韦尚书字字句句如此冠冕堂皇，可尚书是否想过，裴一公为何会被逼到走到这一步？如果在太医署中不以性别论高低，而是看重学识和能力，即便是女子，同样可以出诊开方，同男医官一样受到尊重。他又何须为了研究出药方，铤而走险，剖尸查证？县主办案的能力，朝中上下无数皆有，只是身为女子，有时太过感性，颇有些妇人之仁了。县主此番言辞，是要把他所犯下的罪行都一笔勾销吗？妇人之仁，也好过韦尚书这满身老头子的迂腐味。你县主言辞中肯，尚书竟听出包庇二字，实在令人失望。圣上，县主的意思，若一开始裴一公便能受到公正的对待，施展才华，或许时期能早些结束这些惨剧，根本就不会发生。裴一公有功有过，应依律判罚，但这件事不能仅凭孤立看待。郭内侍，奴婢在。修改太医署之制，凡有心向学者，无论男女，均以能力才学判高下，女医也可以出诊开方。遵旨。裴玉虽身涉数案，但治病救人有功，态度诚恳。朕决定特赦裴玉，并留在太医署，继承宋医令魏晋之事，专心研究医学，培养新人，以此赎罪。裴玉，你觉得如何？谢圣上隆恩。臣另有一事相求，但说无妨。恳请圣上准许臣将夏13的骸骨送回家乡。
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安丈被袁绍成拿走了，可以肯定躲在背后想要除掉我的，就是海一平。最怕的就是这种笑面虎，在百姓眼里德高望重，说他犯了重罪，谁会信啊？可袁绍成一心要护着他，他又知道我们这么多事，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？若他真想帮海一平，早该出卖我们了。可他没有，甚至都没有真正阻拦我看案章。他态度骤变，应是身不由己。霓裳，你什么时候去扬州？本来打算扔下你们不管的，可现在群狼环伺，我若是走了，怕你们被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，还是再留阵子吧。天塌下来有你这张嘴顶着，还本想扔下我们不管，也不知道前几日是谁喝酒都快把自己给喝吐了。那你还得向那些世家子弟打探一下朝堂的动向。交给我吧。对于海一平这个人，我们要重新了解。他平日只往返于吏部和府邸之间，除了必要的交际，没有去过其他地方。他府里下人都是跟了他好几年的人。海一平恩威并施，那些下人的家眷都由他派人照料，名为安置，实为威胁，所以他们都很忠心。我没办法以下人的身份混进府中。他既不贪财，也不好色，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，都有口皆碑，几乎找不到破绽。海一平已经等不及了，他怕我手上有证据，成天派人盯着我。这样下去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之前他还想借刀杀人，如今他没必要再藏着了。既然我早就暴露在他面前了，那不如就明着来，把他们都拖下水。怎么拖下水？我要面圣。有行刺使臣一事在先，想必李宗旭在圣上眼中已沦为奸佞小人。我可揭露他在御史案中的恶行，奏请圣上重查此案，再以协从办案之权
调查涉案相关人等，包括海一平。现在，我与他比的是，谁能更早抢占先机。龙宣召不得入内。范内侍，叶新使，你来的可不巧。圣上这几日正斋戒礼佛，替百姓祈福，谁也不见。我有要事禀告。我说了，谁也不见。回吧。那圣上何时礼佛结束？这我可不好回复你。送他出宫吧。臣有冤陈奏，求见陛下。叶平安，此地岂容你喧哗？若是惊扰了圣上，让你人头落地。即使人头落地，臣亦不走。陛下，10几年前的御史案乃冤案，琅琊郡王李宗旭也是重犯之一。我手中这柄七叶昙花烙铁，便是他凌虐无数无辜女子的物证。叶新使，还是走吧。这皇城不是你的戏台，唱错了戏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好奇我为何会在这儿是吗？海上书眼线众多，没什么可奇怪的。只是圣上对我避而不见，你用的手段倒让人好奇。我不过就是让圣上知道了，在万安山上，你们谋害李氏宗亲。你从何时猜到我与御史案有关？从你开始对付度良的时候。说到这儿，我还得替嫣儿谢谢，有你这么好的心意。海上书真是下的一手好棋啊！叶新一，过奖了。你在我心里，曾经是位好官，是个孝子。更是位雌兄，可这样一位雌兄，却不曾想过那些女子，也是别人家的掌上明珠，也是别人的女儿和妹妹。我只想知道，御史案里，你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只
世间之事，从来都只讲立场，不分黑白。我海一平为官多年，为民谋利，做的好事，何止千件？你为什么只抓住当年的那件旧事不放呢？可经你之手提拔像度良那样的贪官，他们为祸百姓做的恶事又何止千件万件？海尚书，你为的真的是民吗？不要再逞口舌之快了。你不也看见了吗？只要圣上不想处置李宗旭，你就算耗尽心力，那也是无济于事。以你的身份想挑战权贵，无异于匹夫撼树。10几年过去了，一切都已成定局。你见不到圣上，可我身边有的是人可以面圣。圣上会对你逐渐失去信任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的死活就没有人会在意了。你先机已失，差一步，便失100步。圣人会对你逐渐失去信任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的死活就没有人会在意了。你先机已失，差一步，便失100步。怎么样，见到圣上了吗？圣上不肯见我，不肯见你。圣上不是很赏识你吗？为何不肯见？圣上觉得我僭越了。可若失去了圣上的庇护，那海一平岂不是随时可能对你出手？平安，要不你随霓裳暂时去扬州避一避吧。我们都走了，留你一个人面对危险。若你是我，你会同意吗？那下一步，你想怎么做？亏得你警觉，及时发现了叶平安的动向。如海公所言，我正学着如何做一枚好妻子。账册你看过了吗？不瞒海公，看过。不过我翻了一页，就知道不该再往下看了。你可是大理寺少卿，金鹿智库的主人是谁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是仓司使龚绍的门生。你想不想做我的门生？学生拜见老师。只是
智库背后的交易已经暴露，需不需要我？做我的门生，一定要清白。智库与你无关。这几日你多盯着点叶平安，不要让他再闹出什么动静来。有个进海府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海烟作画的颜料是七喜花铺的，想办法进入七喜花铺，揽下宋颜料，就能进海府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海一品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。保佑阿娘的病快点好起来。这就是我的决定。仇恨是最坚韧的力量，但你与平安已相识4年，你狠得下这个心吗？都背负这么久了，这4年不值一提。从今以后，我自己做主。兄长，我先敬你一杯。嗯。畅快。喜儿是酒量见长啊。那还不是跟兄长学的。一个人在外面可别这么喝。兄长放心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，快坐快坐。这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今日特地给你选了桂花酒，不错吧？还是跟着你有口福啊。那是当然。听说你去面圣，圣上却不肯见你。贤儿，你常跟在圣上身边，在你看来，圣上为何不见我？要么是你做错了事，犯了圣上忌讳，要么就是圣上对你所求之事了然于心，却不想理会。若是后者，就算是你让我去游说，也是徒劳。跟我猜的差不多。你去面圣，所为何事？本来是想求圣上允我冲查一桩旧案。什么案子？吴将军，李宗旭的确是金元之战时
阻碍颜良运往边境之人。5年前，他为了一己私欲，可以葬送百姓与将士的性命。5年后的今天，他又为了一己私念，利诱夜燕，陷害袁绍成，真乃我朝之耻。不过，你在城外抓的私盐犯，与他无关。如果这盐不是从他手中流出，那就更糟糕了。此事恐怕与苍丝使宫少脱不了干系。宫少，徐清，看来得找个机会去东桥盐仓看一看。兄长没有凭证，最好不要与宫少正面起冲突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放心吧，你兄长自有打算。平安回来了，啊，平安，姑母在做糊饼啊。对呀对呀，你忘了，再有几日可不就是8月15了吗？我想着做点糊饼，一半卖了，另外一半对付你们几个小馋猫。等着啊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快尝尝，我做的糊饼的味道怎么样？啊！哎呦，我说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快尝尝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哎，对了，霓裳，你去扬州的日子定了没有啊？不急，8月15月圆人团圆，我怎么着也得陪大家吃完团圆饭再走啊！你赶我啊？不敢不敢，谁敢赶你呀？姑母，这包子是蟹黄馅儿的，咱们家还要买得起蟹黄做包子呢。哎呀，这包子呀是老鬼拿来的。哦，这老鬼虽然是二娘的同门师兄，但怎么在我看来，好像不只是同门之情啊。你这张嘴呀，就是会说，这满桌的好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喂你啊，这糊饼啊，可就你一个人没吃。来来来，尝尝。太大了，哎呀，你尝尝，吃。姑母和霓裳有都有去处了，等老了，看来只能咱俩凑一屋，将就凑合一下吧。谁愿意跟你凑一屋啊？你跟我睡觉老是翻身，跟摊煎饼似的，一翻我就醒。你给我修那个香囊，我还带不带得了呀？你别老问嘛，快修好了。我先看看。哎呀，过2天就给你了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啊？哎呦，我的糊饼啊！哎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哎呦，我的糊饼啊！哎呦，怎么办呢？都糊了！哎呀，小心点啊！这回可真成糊饼了。平安，我已经进了七喜花铺，明日我就去海府。若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啊，殿西，
小心点。你看看，这是远山黛色、银果翠绿和秋夕枫红，你拿好。这边走。哎，真好看，燕儿小姐一定喜欢。那老翁一看就是平民，这也进得了海府？嗨，这有什么奇怪？我们郎主心善，常有一些受了欺负的人，求爷爷告奶奶的来找我们郎主帮忙。这些我都点完了，你回去吧。好。郎主，有好消息，按你之前的吩咐，在通泉县要找的人，找到了。过来吧。拜见官爷。知道什么，都如实说来。说得好有赏，但若敢妄言，你可知后果如何？小人也不敢确定，那个叶心怡是不是当年我们通泉县那个小女孩？只是听管家形容这个女子会什么引人入眠之术，小人这才感觉是同一个人。这个小女孩叫什么？这个小女孩姓顾，叫顾青。有一回啊，我家孙子回来跟我说，顾青那丫头拿了个小东西，这么一晃悠，她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啊，她脸上被画了个乱七八糟。我问她，她说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哼，这有可能是孩童的玩笑之词，不可全信。不光我孙子看到，我也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支支吾吾的，分明是在胡言乱语。来人！官爷，我本来带进棺材都不想说呀，这事儿太邪门了。那天，那时候啊，顾青这丫头还小，那些女子就是她引进废宅的。那宅子后来被御史，不是，被那个谁放火烧了，里面的人全死了，吓人呐！从那之后，顾青一家子就消失了。官爷，你说这事儿邪不邪乎啊？你讲得很精彩，去找管家领赏吧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官爷，为何让我按那日所说，一字不漏再讲一遍呢？这回你信我说的了？我可是亲眼看见顾青那丫头引女子入眠的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小人告退了啊。郎主，近几日监视叶平安时，我看到有个女子和叶平安往来密切，
他们竟想通过送颜料的方式混入府里。干得好！既然他想进府，明日让他把颜料送过来，我就还他一份大礼。请放心，我欲将徐晴调离圣都，他们无法查下去了。对于叶平安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度量李宗旭之所以会输给叶平安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找到叶平安真正的弱点，而我找到了。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敌人，而是朝夕相处的朋友。猜猜我今日在海府探听到什么？探听到什么？兴致这么高？也没什么要紧的，想来是海一平发现了我在偷听，故意找了个骗子在我面前演了一场戏。那骗子说自己是通泉县人，还说他认识你。他说在10几年前，看见你用入眠之术将一名女子带进了废宅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分明是胡编乱造嘛！而且你明明姓叶，他却编了个顾青的名字。平安，我怕他败坏你的名声，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。我的原名不可以，平安。的确叫顾青。你方才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们，一直在骗你们。我告诉你们的经历也是假的。也不全是假的。我遇到的第一个御史案幸存者叫阮钦，那个蝴蝶吊坠就是他的，而我眼睁睁的看着他跳崖自尽了。当年度量和郑源看我年幼哄骗我，让我用入眠之术陆续将3名女子带入了废宅。那时我只是个孩子，没有人会对我抱有戒心。姑母，这事儿你早就知道了。